大家好，歡迎收看科普醫美新知，我們歡迎張帥張醫師。好，大家應該真的幫我們分析了蠻多的哦，謝謝大家。因為我覺得很多正確的知識哦，就像大家看我們影片裡面，我們講的東西都是可以在真正的醫學教科書跟論文上面，不是靠唬爛，不是靠話術。我們不像很多銷售這樣搞，所以我想給大家正確的醫美知識。那這一集我們繼續來講淚溝，關於淚溝還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強制產品對位，劑量精準術眉，沒效的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我們上次講了很多關於淚溝本身的問題，我們也提到什麼叫眼圈，也講到打淚溝不能只打內側，要打外側，可是打外側顴骨容易變大，怎麼樣子可以避免這個問題？也講到打淚溝，淚溝是一個立體的韌帶造成的，不能只有處理單一個深層或淺層。那處理淺層很容易凹凸不平，容易毛毛蟲，怎麼樣避免？我們上次也講了，淚溝加眼夾溝這兩個是同一個構造。什麼同一個？大家想知道答案沒有看的回去看上一集。這個構造我們在醫學上叫 ORL 淚溝韌帶，又叫眼眶固定韌帶。它的構造就是從內到外就是一個半圓形的一個圈，就是所謂的眼圈。現在講到眼圈呢，我們一定要問下一個問題，張醫師，像是說我們可以把淚溝處理好，那黑眼圈呢？黑怎麼辦？你會看到網絡上有很多的說法，說黑是過敏，可能是血液循環，可能是色素型，blah blah blah。好，這個也是很老舊的說法。事實上，你去看一些新的論文、新的教科書，黑眼圈真正的形成原因是什麼？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圖。我們接下來看幾些圖，有點对一般人看有點可怕。我們看是已經無感，你也是无感的看。但你會看到我這個畫面裡面啊，下面有一行小字，這個就是這些醫學論文的出處。剛好就是之前去演講，所以我把這個很多醫學論文出處也附出來，因為有些醫師他們也想要知道去哪裡看到我這些東西，所以我附上去。OK， 我們記得有些觀眾也非常的厲害，很專業哦，很好學，也會。真的會寫 email 跟我們要啊，我們就寄給他。我這是直接附在上面了啊。那他在告訴我們黑眼圈是什麼？其實啊，最主要原因來自於我們剛剛說了，這個黑眼圈這個韌帶，在這個韌帶以下的這個部位跟以上的部位，它的構造是不一樣的。以下的部位，它的脂肪就像這些圖一樣啊。你看這裡有一個圖啊，另外這一邊有一個圖啊，這是另外一個圖啊，還有這裡有個圖。這幾個我們都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在這個韌帶以上的位置，它的皮膚是很薄的，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它的脂肪顏色是比較暗的，而在這個韌帶以下呢，韌帶以下臉的部位，淚溝的位置其實是屬於眼眶裡面的位置，眼眶以下這個臉的部位啊，臉的這個部位，它的脂肪是比較厚的，皮是比較厚的。脂肪是亮黃色的，不像上面的脂肪是脂黃啊，脂肪是暗顏色的。好，這點很重要哦，因為當我們這個地區啊，它的皮變薄的時候，你透過一層薄薄皮，就會看到底下暗褐色的脂肪，看到底下一些小血管，看到底下的暗紅色的肌肉。看起來就會顯黑，所以說白了，黑眼圈真正的原因就是下眼皮這個地方皮太薄。我有時候都會開玩笑這樣說，其實今天不管你是熬夜，吸食不該吸食的東西，或者是縱慾過度，我只是剛好拍一下，我沒有別的意思啊。這些原因，或是你失眠啊，這些原因都會造成你膠原蛋白流失。當膠原蛋白流失的時候，就會讓我們的皮膚變薄。而我們下眼皮剛好是全身下皮最薄的地方，沒有一個地方皮，這個地方皮啊。當你膠原蛋白流失皮變薄的時候，你的底下這些組織就看起來會更容易透過薄皮看到，就會顯黑。所以要怎麼改善黑眼圈？很多人說我去打雷射，我去打染料雷射，第一次打有點感覺，第二次打一點點感覺，第三次打就真的只有點，就快無感。因為它不是色素造成，你去打雷射這種針對色素的療程是沒什麼用的。我們真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地方下眼皮变得比較的真皮層变厚。真皮层变厚，
真皮層裡面的主要成分85%就是膠原蛋白，所以我們要把皮膚的膠原蛋白變厚，就可以改善黑眼圈。所以說我知道吃膠原蛋白，你可以試試看，你吃膠原蛋白，可能你吃完你的卡桃，你的膝蓋有比較好，你的頭髮比較多，但是你黑眼圈還在，因為你沒有辦法控制你吃進去的膠原蛋白跑到你身體哪裡啊？我用意志力讓它跑到這，沒有辦法。你如果有辦法做到這樣子的話，你還找我幹嘛呢？對不對？好，所以有沒有辦法？有的，就是像我剛剛說的，現在我們可以打這個新形態的膠原蛋白增生劑，想知道它是什麼，可以私訊我們這種增生劑，它可以打得很淺，可以打得很均勻，而且不怕它產生硬塊。整層鋪在這個地方，當它膠原蛋白增生的時候，不僅僅你的這個淚溝、眼甲溝、眼圈會改善，你的黑也會改善。你的眼下細紋也會改善，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而且你會發現它效果遠比你在眼周打電波、音波要好非常多。很多人就說我打眼周打電波、音波效果不是很好，其實我診所從來不賣眼周的電波、音波。等一下這樣會不會廠商又打電話來請我們拿掉？這已經沒有算了。但我就說實話，為什麼？你想電波、音波這一類的儀器，我們在醫學上叫 energy base 的 device， 它是靠能量。那這個地方我們都知道，這些構造很薄的地方，你能量强一定燙傷。你不想要燙傷，能量只要低，能量低它效果也不会好。這是絕對無法克服的矛盾，很難去處理这件事。但我們用這種新形態膠原蛋白增生劑，它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它就可以改善淚溝、改善眼角溝、改善黑眼圈，甚至細紋都可以改善。所以有很多人他打完淚溝了，淚溝改善，但他黑還是在。這個黑的這一區它的位置就是在我們的臥蠶跟淚溝之間。我們上一集有把這一區講得很清楚在我們的臥蠶跟淚溝之間這一區，就是我們眼袋的地方，我們的黑眼圈黑在的地方，我們的眼下細紋在的地方。這裡以前其他的填充物很難處理，但現在有把它處理。提到淚溝，哪能不提到眼袋？就像你提到眼圈，沒有提到黑，不完整。只是以前大家都一直專注處理淚溝，很少注意到黑。其實大家發現一件事，淚溝是老人才有的嗎？不是，你會發現很多年輕人就有。像有些人他縱慾過度，或者是熬夜，我是說你熬夜沒有別的意思他年紀輕輕他就有淚溝但是眼袋通常都是有到一個年紀才有淚溝，它其實年輕人也會有。我們說過它是韌帶的問題，所以這個韌帶其實很大一部分天生就有，所以你其實去看有些小孩子很小就有淚溝了，他就有黑眼圈了，很小就有了。可是眼袋呢，它跟年紀有關，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討論一件事我們隨着年齡增加，我們眼睛這周圍的老化，除了淚溝還要注意什麼？隨着年齡，除了淚溝會出現，再來就會出現眼袋。那講到眼袋一定需要開刀嗎？在以前，我們當然眼袋主要都要靠開刀可是這是另外一個圖，很漂亮的圖一樣3層皮膚、皮下脂肪、筋膜還有深層。這個是我們的眼球，這是我們鼻子，這是臉淺層你看這是眼球嘛，眼睛下面的脂肪凸出來叫眼袋。那以前最傳統的方式，眼袋呢當然就是要開刀，當然大眼袋一定是開刀比較好。对，但是現在呢，我們可以借由特別的技巧施打，某個程度以內的眼袋是可以不開刀改善的。那你會說，曾醫師是什麼情況下一定要開刀這當然我們判斷會是比較準那這個內側是鼻子這個是我們的淚溝韌帶你看嘛，內側是一條，外側是2條。我們一般在打淚溝的時候，就是針對這個韌帶。上一集有講，我們要打內側，要打外側，要打深層，要打淺層。可是如果有眼袋的時候怎麼辦？我們要打一點點在韌帶的邊緣，用這種特殊的施打方式。特別是打什麼？打一些特殊的膠原蛋白增生劑。打哪一種？大家可以私訊我。同樣是膠原蛋白增生劑有很多種，有一些是千萬不要打這裡，打這裡會變悲劇。我在這不講，因為講了又會有廠商打電話，我們這一集影片又很難留在網絡上給大家看。那所以大家私訊我，我跟你講，有一些真的不能打這，打了就會 QQ 那打對的正確的膠原蛋白增生劑打在這個位置的時候，當它增生膠原蛋白的時候，它可以把某個程度的眼袋把它往內回推。那當它這個膠原蛋白增生的時候，因為它會比較收緊，在不用開刀的狀況下，就也可以改善這個眼袋。因為有些人他暫時不想開，或者是他想要拖一陣子再開，或者是他沒有時間恢復，我們就用這個方式。淚溝如果合併了眼袋，其實有一些可以用這種特殊的施打技巧
來改善。可是呢，我接下來還要再講哦，我們在處理淚溝的時候，很單純，就是只有我們剛剛講的什麼，前面第一集還有這一集前半講的淚溝內側、外側、深淺，又講到了上面黑的部分，又講到關於眼袋的部分，淚溝就只有這樣有關嗎？不，隨着年齡來的時候，我們眼睛周圍眼袋跑出來了，然後這個地方皮變薄了，然後我們的淚溝眼角凹進去了，還有大家看到下面這個地方，下面我們的中臉部分它變垂了，它會變垂。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圖，這個是我融合不同的論文，一個是來自於高解析度電腦斷層，一個是一些卡通圖，它在告訴我們，所以你看到這個是多大？1個月的小 baby， 你到後面80、90歲的人，它的變化，就像剛剛講的那樣。當你慢慢有年齡的時候，你再看就不能只看淚溝的部分，我們還得去考慮其他的部分。正常狀況下，你年輕人淚溝就只有這個兩個問題。可是當我們到了有年齡的時候，它下面開始有一些下垂，它的支撐性变差，這點很重要。支撐性变差的时候，你淚溝再怎麼打，对不起，它撐不住。你在這裡怎麼處理，它會掉下來。奇怪，我的這個子女去給這個醫師打淚溝打為什麼我去打同樣部位、同樣產品打完我就是不理想？因為到了一個年齡，你不能只考慮這種，你還得考慮到下面。我教大家一個簡單的判斷这一集的重點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我們去處理淚溝的時候要怎麼處理？首先你可以先捏捏你的下眼皮，捏捏看它有沒有很鬆。再來你要去摸你中臉的苹果肌，往上推推看，看它的支撐性好不好？這裡有沒有很凹陷？支撐好不好？再來你可以再這樣稍微拉一下，看看它有沒有很鬆垂。重點來了你如果是年輕人處理淚溝，你要考慮的不是單純淚溝問題，內側要處理，外側要處理，淺層要處理，深層要處理。那你還要考慮，現在已經進化到不是處理淚溝的年代了，我們要看看上面這裡有沒有黑眼圈，黑有沒有眼袋，它可以一併用微整也是可以處理的。但如果你已經到了一個年齡的時候，你不能只單看這個地方問題，你要看你這個地方，如果這個地方中臉你流失很嚴重，它空了，就像沒有地基一樣，你這裡怎麼打它會一樣往下垮。如果它凹陷比較厲害，它的支撐性不夠，你這裡還是得要填充一些東西，不能只單單打你的淚溝。另外一個狀況，到一個年齡的時候，有些人這裡他雖然沒有空，可是他這裡很垂，很鬆垂，你的緊緻性不夠，你光處理你的淚溝，對不起，你會發現怎麼做它的效果也不好。這個時候你就要合併拉提，不然你這裡再怎麼用，只會讓它整個下垂更嚴重。講了這麼多，我們來看一下一些案例的圖片。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是稍微不是年輕人，不是20幾歲可能就是大概30歲，他有淚溝的問題，他有點小眼袋，在不開刀的狀況下，我們可以把它做注射到這種程度。那這個當然它有什麼問題？它除了有淚溝的問題，眼袋稍微大一點點，它還有細紋，然後另外它這裡還有一點鬆弛的問題，所以我們一併處理，那效果就很好。我们再看這個地方，它有問題，它有淚溝，它有眼袋問題，它支撐，你看它中臉是比較凹的，我們還需要中臉做一點填充，讓它支撐更好。那這個是年輕人，他除了淚溝之外，它最明顯就是黑。那一樣黑是可以做到明顯改善。那這是年紀更大，70歲以上的老人家，他們除了有淚溝、有眼袋、有一些細紋，還有鬆垂的狀況，我們都可以一併處理，讓它達到更好的效果。像這個。也是一樣，也是70歲以上的人，在不手術的狀況下，我們一樣可以做到明顯的改善。好，講了這麼多呢，其實就是要告訴大家淚溝人人都知道，但我把它放在科普醫美新知，就是我跟大家講，有很多的東西不斷的在進步，不只是材質在進步，我們對它的了解也在進步。你今天用老的方式，或是你用以前的方法，真的我好常看到這樣。我有時候看到客人來，一看就說做，他跟我說最新的方法，我說你應該去看我們哪一集，這是60年前的方法。但昨天客人切個眉，切在上面眉上切，那個疤痕好明顯。眉上切我們現在真的很少做，那個疤痕好嚴重。他說對方跟他說絕對不會留疤，然後他現在好痛苦無解。
很麻煩。我們臉上有些疤是很難去掉，像眉上切的疤很難去掉。像現在還有一些拉鼻傷口是切在這裡的，這個疤痕只要切上去了，基本上只要出現疤了，這輩子大概都很難去掉。這些方法都已經是60年前的方法，真的不誇張，這個都可以翻醫學文獻給你看。那你就說怎麼可能？60年前，我告訴你，還有人用110年前的手術在做了，你也常看到啊。对，怎麼會這樣？醫學不是很進步嗎？醫學在進步，但不是每個人都在進步啊。就像你今天聽這個淚溝說啊，淚溝原來有這個進步啊，所以 update 很重要。那我今天把這些 update 知識給你們講，有這個判斷的能力，也希望對你們的求美之路上是有幫助的。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頻道很有意義，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跟我們小編講。我們會把這本書《微整聖經》這是我的著作。那其實包括很多醫師都有看這本書。那你們看，我是把它科普寫的，讓你們也看得懂、看得理解。那這電子版都會送給你。那如果大家對自己的狀況有什麼疑問，那不好意思在公眾場合問，沒問題，直接到我們的臉書上面、我們粉絲團上面留言，我們都會有專人來回答你，私下回答你。希望大家在求美之路上越來越順利，千萬不要忘記實證醫學台燈勸，術中錄影別忽略，美笑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哦。好，大家拜拜。因为没笑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哦。